在听节目的听众，早上好！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整。你是刚刚起床吗？还是已经在吃早餐呢？开工早餐都没吃，早餐做好了，咖呀面包哈。哎呀呀，哎，讲真的，最近很少在新加坡吃这种早餐。怎么样？今天谁来？来读一下。三个人哈，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的顺客呢，名单里面有这3个人。我相信每天早上啊、中午啊，大家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尤其喜欢听 radio 的，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想邀请各路人士来参加啊，来玩一下啊。平时呢，是他们访问我们的啊，今天呢，让我来挖一挖他们的料。出海喽！谁去了昌黎 ferry terminal？谁？同事长啊，有你。哎，但是他很 nice，他告诉我，所以我没有去错地方。对，长一 ferry terminal 跟长一 point ferry terminal 太像了，结果他们 UTM apart 哎。我非常感激，因为他跟我讲，所以我就没有去错地方。对，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Jeff 哥今天也会加入我们，所以我没有给你发个简讯。但是至少你是聪明的，你知道是长一 point ferry。对对对，因为我有去过那个强力 ferry terminal， 那个是去布拉德宫了。我们服兵役的时候就有搭过，所以我就在想 ，OK， 应该有一个 terminal， 这我还是第一次来这边。然后我要跟你说声 sorry。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呢，今天你会来。然后嘞？我跟玫瑰讲好了，今天要穿白色和紫色。难怪，我在想为什么制作组没有跟我说要。我应该更 sorry，我每天早上都碰到他，然后我完全忘记掉。哦，所以你们要穿紫色啊？对，而且我蓝色也差不多很接近。对，是蓝的。黄色 DVD。哇，我说这老天爷啊，真的是配合我的顺客的年纪出现的啊，年轻的他就出来，啊，让你们感受一下阳光的魅力啊。这什么地方啊？顺势！哇！到了！哇，这个地方是什么？回龙哎！我觉得这个顺势真的是规模越做越大，它现在有自己的厂了哈。养殖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回到爸爸妈妈以前所谓的港崩，很开心、很自在，和我们熟悉的繁忙城市生活很不一样。它有以前的 feel 哦，我感觉我们走路的时间的3位隧道。顺客，早上好，早上好。收音机传来声音，这不是在我们 radio 才发生的事情吗？怎么会在这里也发生？欢迎来到顺势，听到我这把声音后呢，请来找我吧。找不到你们就自个回家吧。拜拜。今天是一个什么整人游戏吗？我其实是有点小吓到的，但是那个感觉是因为很兴奋、很刺激。哪里？这边没人啦。方来了，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了。这样讲可以出来了。阿姐来了，他在外面，他在外面。方来了，哇，很大只哎。等一下，我们的重点是要找我们的顺哥。你 distracted。顺哥那边吗？里面啦。慢慢来啊。反正他就是人这么大只，也不可能躲在这些地方。我而且他们看一下。说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就要回家了。是吗？是。好，找到了，找到了。来。是。明顺哥，我们来喽！ Hello。嗨，有人吗？有哥哥，里面有人吗？哎，又是煮的东西。又有东西煮啦，刚好我们3个人。今天有食物了吗？帅哥美女。各位哪里嘞？哪里？上去，我在那边。早安哥。来，上来。哇！我的天，我看到以前的我。我真的有被明顺哥吓到哎，因为我们完全就是
目光在前面嘛，然后没有想到他从我们后面来。我其实有吓到，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以前的照片，那是 No.1 的惊吓哈，已经很恐怖了。No.2 就是里面，我以为他会在我们前面，然后他就直接从我们后面这样哇了一声。我就对这个很好奇，这个是谁呀？就是以前出道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上唱歌，女大18变，是我觉得是痛的回忆。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其实我头发那时还蛮长的，就是一个妹妹头。然后那时就每一位选手都做造型，然后那个人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孙燕姿红不红？”那个时候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的专辑哈是很短的红色头发。他说：“孙燕姿头发短不短？”我说短。然后说：“凤姐红不红？”我说红。说你要红的话，你头发要怎么样？我说要剪短吗？他说对。然后就剪了一个很像男生的造型。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真实的一个样貌啦，所以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哇，原来那个时候的我是长这个样子。哦，这个我跟你讲，一看这个照片就知道你从小就很爱演。对，真的，我从小就很爱表演啊，唱歌、跳舞、讲故事，样样来。我从几岁开始？这个应该是5岁左右吧。喂，然后比我早出道。不敢当。我觉得看到照片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剧组好用心哦，居然把我们以前的照片打印出来，挂在那个墙上，我们也成为了阿顺有主义的一部分，这个还蛮有心的，谢谢。喂，然后这个哇，师大嘞。Jeff Go。来自933广播电台的 Jeff， 以独特诙谐的主持风格深得人心。曾获得最受欢迎 DJ 奖的他，今年获得他首座10大最受欢迎男艺人奖杯，恭喜！我们拿10大，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拿10大，解释一下。听众们对我们很爱，是哈，然后他们也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3年没有赢那个最佳电台节目，他们觉得很不公，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造反的感觉。没有，所以我想问你提到另外一台，我就想问你，通常哈 DJ 的出生就是从933才到972，对，那为什么你是从972来933呢？因为我当时想要来933的时候，他们没有位哦，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想让972这个年轻化，他们就把我安排在972，所以我其实，在972那边也玩得很开心。是，那最后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是什么原因？不是报太多没有，然后就是因为人事调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就把你调到933，因为在972的众多乐龄人士当中，没有在众多的好 DJ 当中选一个年轻的到933。我喜欢你这样，是吧？今天往下走，你都一直这样，OK， 好不好？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活力、年轻，然后话说不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阳光啊，所以我说了，他们的出场就好像今天的阳光一样，就非常热烈的。好了，我们下去我的厨房，好不好 Let's go。好不好？来，跟我来，来。哎，来，欢迎来我的厨房啊！哇，虽然是有点简陋，但是5脏俱全了啊！哇，不捡肉了，不简陋了。所以你们今天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有没有什么欲望？有螃蟹，耶！我觉得来到奎龙就是要吃海鲜。对，正好，什么？真的正好，我今天是要煮螃蟹给你们。对，哇，真的！今天我会煮2道菜给你们吃。 OK， 一个就是冬瓜螃蟹， OK， 另外一个呢就是酱香鱼。 OK， 所以你们今天要去抓2个东西。好，好，那个红椒呢 ，snapper 呢，我不要太大。不要太大。 OK， 我只要大概800克。你们我们做抓怎么知道它800克？感觉一下，生活嘛要。 950不可以，不可以。那螃蟹你要公的母的？喂，哇好问题你们懂怎么分吗？原来母的是哇吗？哇，你有机会呢。你到底多爱吃螃蟹？养螃蟹的啊，所以你要公的还是母的？一只公一只母，平均一点，好不好？好。如果你们可以抓到3只，就吃3只了。真的，吃喽好了好了，Let's go。可以吃好不好？Go 走 Go， 了拜。走。你要先抓哪一个？螃蟹还是鱼？我觉得先抓螃蟹。 OK， 首先我要弄的就是冬瓜。我跟你讲哦，这道菜冬瓜螃蟹，我没有听说过。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婆要不要吃螃蟹，她就冬瓜螃蟹，没关系啊，我就照煮，煮完之后吃，哎，不错嘞，可以嘞。她的表情就是这样 ，OK。所以我希望等一下他们也有这样的表情啦，好不好？
这个冬瓜呢，我不希望切得太薄，太薄的话，等一下一煮那冬瓜一烂就没有掉了。两头尖尖抓哦，这个真的是螃蟹，我们要抓3只哦，不怕，小心不要掉下去哦。我是不是要逼它到一个口？可以。其实它这一只蛮大只。你是公的还是母的？我们要从下面看吗？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吗？尖的还是？看得到吗？想看？哇，看不到，看不到。不用紧，我们抓上来再说。反正我们一定要一只嘛。哦，搞定。给到我。这边有一只啦，其实。为什么这个这么乖的？自己进来哦。我是不是来看一下是公的还是母的？来，看得到吗？看一下，给我看一下。Help check 一下你是公的还是母的。什么？哦，尖的，尖的。好了，2只够了。那还是谁说要3的？那这只吧。看一下啊，希望是母的啦。好 ，OK， 看，来，尖的，母的。这个这么大个母的，我觉得我很会认。所以是怎么样？一母一公有了，我那只无所谓。可以。好，那你送回去哦。OK，我们去找红鲷。今天另外一道菜呢，就是酱香鱼，真的很简单，酱料就是酱青而已。那食材的话，有姜啦，有青葱啦，蒜末啦，就这样而已，没了。喂，回来啦，他们说拿回来放 first，拿回来放啊。我们跟你说，我们抓了3只很棒的，看一下，哇，有公的有母的。哦，这个 size 刚刚好嘞。所以你现在只是送过来，你要去抓鱼，对不对？对哦，他们在找鱼，找那个什么红鲷。红鲷是哪一个？是这个吗？哎，而且那鱼有点红，所以应该是这个啦。哇，我觉得鱼真的很难抓哎。OK， 我们等姐回来。这样觉得哈，真的哎。姐，啊，什么事？姐，我们需要你。这个太深了，而且你哦而且好难，而且它好快哦你。看来我们这个抓真的是抓不到，因为他们是不会过来摸。那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把那个网子拉上来一点，把它就是困在一个更小的范围的时候再抓。哎，你小心啊，我怕你掉进水里。现在把它们拉过来。哦，可以的。 OK。哇，姐，你做到2条啊！哦，这可以，觉得可以嘞，我可以。我们住在都市，真的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事。今天自己去抓的感觉，又可以在水里面选你要抓大只小只，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的。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其实是害怕的，我知道我自己很怕这些水里的东西。好在是有一个 Jack 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呢，天塌下来，吴老板可以帮我们啦，抓个鱼啊，还是捞个螃蟹之类的啦。但它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其实有看之前几集，但我没有想到我们真的要这么亲力亲为的动手。如果你知道，你就不会来了，是不是？我以为我们来吃而已。啊，老实说，当你们听到要来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耶，有的吃。没有真的吗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耶，我可以见到顺哥啊，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当然就演戏嘛，对像侠女啊，对对对然后拍戏、拍电影。对。可是我对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我可以记得的，其实是你唱的歌，真的哎，真的假的？真的。你看，我就跟他说，明顺哥听到唱歌的时候，他会会颤抖，怕的，会怕的，我会怕的。首先呢，我来这之前呢，我真的就去看了近距离的 MV，超帅，帅哦，很帅。再来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有看《客家之歌》，《客家之歌》你每一天晚上开始之前呢，那首歌，然后就是告别我的家乡，告别我的故乡，告别我的家园。我就一直觉得说，其实明顺大哥唱歌是很有情感的，就是每一次戏剧要播出之前，你听到那个主题曲呢，它就是会留在你脑海里很久很久。明顺大哥唱歌哦，其实是比他演戏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的。我确实那个时候是歌手啊，真的，我是歌手啊，就是一个烂歌手而已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处理这个螃蟹。好。所以我问你哈，我一个一个问你们啦。来，你开始的时候是想当什么的？其实我是先参加歌唱比赛，参加了歌唱比赛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媒体。啊哈。但是你的梦想是歌手吗？以前啦，然后长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当歌手真的很难哦。新加坡我觉得那市场太小了。哦。然后，但是当 DJ 的话，我觉得好在于我还是可以接触到音乐，然后偶尔也有唱歌的机会。所以你们呢？你们两个是怎么进入这行的？我之前可能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啦，就是很多人当兵，可能他们去做不一样的东西，就去做赶啦，有些人去做 commando 啦。但是我的 vocation 当时我就进入了军协电台，所以在军营里面。
面晚上都会播电台的节目，然后我们主持的节目就是让他们的妈妈们呐、女朋友啦，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歌给这个军营里面的阿兵哥，就是要给他们安心的可以服兵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那我想问你们呢？哎，你们想演戏吗？哥，不说你不知，我一开始这个旅程的时候，我是朝着演员的方向去的。是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进入新传媒呢？哦，以广播比赛随便，我参加先，进去再讲。可是尝试了演戏跟主持2年之后，我发现，哎，主持好像更适合我一点。主持我可以把我的 idea 放进我的言语当中，然后让我的嘉宾呢感觉到很自在，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主持跟 DJ 跟跳舞啊是在展现自己，嗯，我们是在展现别人。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个人比较喜欢主持，因为主持可以让我做自己，我可以哈哈大笑。我难过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跟我听众说我今天很难过。但身为演员，我不行，我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角色的框架里头，我必须要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这点很难拿捏，可能目前为止做自己还是比较适合我的。那做 DJ 哦，最难最辛苦是什么？最难最辛苦，我觉得不能小便哦，不能。哎，叔，我要加所以我要一。顺便。哦。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我们的情绪要控制得很好。今天你就算很难过，你空中也不可以展现出你太难过的那一面。是，毕竟人家都喜欢听开心的东西。对，是。哥，我跟你说，有一次哦，我5点值班嘛，4点55分，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然后我大哭，你知道吗？结果5点一到啊，开麦，嗨，你好，我是尹双，真的要爆笑，你知道吗？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发现哦，你以后哦日子再难过，你笑一笑，你真的会心情好过一点。对，真的就算是逼出来的，你挤一个笑出来，还是会快乐一点的，你知道吗？是。首先，我觉得当 DJ 或者上台主持或者任何的艺人啊，他们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还有听众，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很开心啊。然后我们又是值早班的，你知道值早班很多人说，哎，你值了差不多10年了啊，你应该是很习惯的。没有东西是习惯的。我跟你说，我起床的时候我还是很不甘愿的，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开心挤出来，然后把快乐、把开心带给所有的听众。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持搭档，我有一个很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团队，所以才会有力量继续的做下去。我觉得我在人身上哈。收到很多可以让我持续的力量。所以螃蟹绝对一定要刷。OK 你看它身体很多土，泥土有没有肮肮脏脏是的。好，我们要帮他进行洗刷的工作。对。所以讲真的哈，以前的 DJ 给我的印象就是没有出镜，只有那把声音。对。但是现在的 DJ 好像要抛头露面，对不对？是因为你们希望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得这样？我觉得是与时并进哎。哦，是吗？就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需要的，就是不只是听到一把声音。现在人家都会想要看到，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而且现在你们 DJ 都要放一个视频在那边拍你们上，对不对？现场。对啊，所以这是每天的事情，变成已经是一种习惯，我还蛮享受的。我觉得以前呐的广播 DJ 就好像记者一样，他只是在一个广播厅里面播歌跟访问。那现在的 DJ 不是的，现在的 DJ 是艺人，要抛头露面，要去主持活动。或者是要去拍一些跟艺人有关系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全面的，不像我们以前艺人只是专心拍戏，拍了戏就是回家背剧本，明天把戏拍好，就是比较单一。现在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新的时代真的很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所以你们访问过这么多艺人，你们最喜欢谁？哦，我有答案了，阿令不一样哎，你看他多讨喜，真的。我跟你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天后级人物来到我们夜神山直播室，说清唱就清唱，真的哦，他很好听，而且有些歌手他们有一定的
地位之后，他们不喜欢人家清场。对，是吗？阿玲完全没有，或者他们会直接有包袱，空中清就会场。担心说，哎，一传不好的话，那怎么办？对，或者是啊，只有新手才需要清场，我都这个 level 了，我应该不需要清场吧？是但哦。他没有阿，玲没有，哇阿玲真的是随时唱，真的哦好聊啊，我觉得。你呢？你觉得呢？其实我真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范玮琪他人是蛮 nice 的，就是那个访问本来应该是半个小时，所以他就待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哇！然后他也一直在空中分享专辑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访了1个半小时。好了，来了，现在印象最差的嘛，最差的，最不想见到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话不多的嘛，就难访；不然的话，就是那些我觉得太谦虚的人也是很难访。你就说 OK， 你的演唱会真的很棒，很多人会去，他会一直跟你说哪里啦，我唱的不好。所以你知道吗？这样子我觉得很难访啊。就是当你太谦虚或者过于官方，我觉得做访问的时候，每隔2句就叫人家你一定要买我演唱会的门票，你一定要买，一定要买。我觉得蛮难继续那个访问的。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他费尽很多心思，所以他想要卖座嘛，不要浪费团队的心思，对不对？可是可能当下就是可能有点着急，变成那个访问有点难进行。啊，你有吗？有我试过吗？是歌手，然后推专辑，然后我觉得他难聊，是因为你很努力的问他很多的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就是，是啊，对哦，还好，那你就大胆一点啊！我们的访问到此为止，结束了啊，谢谢。真的嘞。怕明天我们没有回来。当 DJ 哦，最重要的就是要很快的去做一些反应。所以就我们不管今天是访到听众啊，或者是访到一些艺人啊，他们当下的状况不好，又或者是他没有以你想要的方式去进行的话，你还是得要把工作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其中一个你需要具备的能力，真的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不好，尽量的把它转换成一个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呢，很好的去圆场，这就是难度。其实有一个明星，他其实应该在7点钟上节目，然后我就留了一个时间给他，然后我就在节目上一直宣传说 ，OK， 那很快他要来了，很快他要来。他们也一直 message 说，哦，来了，要到了，要到了。然后7点半了，我就在看，哎，已经半个小时，我已经拖不了了。但是我还是本来是7点，本来是7点的，已经7点半了，因为我的节目也没有去做其他单元，我在等他过来。7点半，然后7点9，然后只有8点钟他来了，你都下班了啊？就是时间这个到环节已经没有了。啊，所以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啦。那我觉得广播电台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戏，宣传我们的歌。那我去别人的地方，要求别人帮我们打戏，我必须要尊重他们啊，我必须要准时到啊。那就算是真的，因为有时候生活会出状况，那你不能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要懂得尊重别人，那你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那别人就会尊重你。好了，今天你们这一集很特别，真的吗？真的变成我阿顺有主义特别八卦。但是我要谢谢你们来我这里爆了这么多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上你的节目，所以我们会就是尽情的分享。好，等一下吃的时候慢慢讲。还有吗？我以为就爆完了，我们没有是吃了嘛。接下来就爆你们自己的啦。OK，好，我可以开始煮了。耶好来，好，来，你们就帮我搭把手。 OK，来 OK，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我就跟你们讲，好不好？对，我会认的。现在我先放油，哎，这个蒜粒没有切碎的给我，虾米那个我要帮你倒。好，来，给你们机会，来给你们机会。 Let's go。 OK，虾米也来，虾米也来。好，冬瓜准备，冬瓜，Come on，快点快点全，部下。全部下。哇，哇，好香哎，已经有那个爆香味了。有哎，哎，所以这个要学起来，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这样煮是吧？可以啊，很容易的，其实 OK，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姜蒜，对啊，然后虾米，一点点。但有些人是不放虾米，但是我觉得冬瓜跟虾米是一个绝绝配。绝配。对。好了，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螃蟹，摆上去，先把所有的角摆上去我是。觉得脚，我跟你讲，我之前煮的是冬瓜多螃蟹少，今天是螃蟹多冬瓜少。太好了，啊，聪明，这个刀还要不要？要啊这是精髓啊。好 OK， 你看，哎呦，一道菜就煮好了。，OK，耶，我现在还需要一些配料，我要你做好，切，芹菜段，我只要茎，我不要叶子，好，跟辣椒也是段。芹菜有芹菜没？哥哥来个芹芹菜菜，是哪一个？这个咯。这个是青葱，哦。这个呢？芹菜这个是芹菜吗？
这个是香菜哦，这个是芹啊，菜，这个这个啦，这个啦，切它 celery 是不是？芹菜是 celery 对，这个是我们的亚洲芹菜，哦，所以它样子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是切断吗？长的你不要继续切了长的变短的就是断了。像这样一样细的段，OK， 这个切断嘛，对不对？啊那辣椒也是那样切断，小的这样细，一条一条。这么细，一哦这样啊一条，哎，这样啊？李杰先生，我的华语不够好吗？啊，你这样子手吗不要抖，不要抖。其实我在家里哦，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啦，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下厨，这个对我来说是蛮有挑战性的，所以我手抖哦，可能是压力很大，怕切错啦。然后我觉得明顺哥他哦，虽然说人是很随和，但是我觉得烹饪对他来说他很注重，所以他也可能会凶的。哎，其实 Jeff 很多才艺的嘞。是吗？ Yeah， Number one，你第一个学的乐器是电子风琴， organ。Number two，会很多乐器然。后小提琴哇，第几集啊？第8，哇，第8集 Great， 还会拉吗然后？我有打鼓，也是拉会拉，但是不好听啦。对，然后你还有什么？然后那个还有什么？他越讲越心虚。对，就是除了读书以外的东西，我都做得不错。篮球队都有我的份，哇校队吗？校队。然后我也有哦出国 gaming 去比赛，对， ，gaming，比赛什么电竞那个电子游戏的那个比赛 Electronic gaming。有赢吗？电竞比赛？啊有，赢什么？包着。所以你看，我觉得你 Jeff 很有意思，因为他话很多，可是他是内向型的。是吗？ He's an introvert。对， Jeff 是内向的，就是我看不出来呢。认真的暖。哪一方面内向呢？他是很内向的。真的吗你私底下跟他聊天，他是内向的男人。私下的 Jeff，他真的很内向，他是个很 serious 的人。他每一次在镜头前面的哈哈大笑都是逢场作戏。很多人会觉得说 Jeff 就是一个很 happy go lucky、很爱玩、很搞笑的人。是啦，但是呢，只要我们一关麦了之后，他其实真的是很安静的。然后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他不知道一直在想什么。但是只要需要他很有 energy 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给足你101%。玫瑰，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啊？你觉得呢？我觉得玫瑰是内向。是内向内向的。那哥，你是内向还是外向？我是猜你是外向。我非常外向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我结婚生小孩之后呢，就变成有一点点的偏向家庭。哦，对，不然我以前都是一个星期大概7天不在家里。去 party，是啊，去 party。对。哇，我觉得外向的人很容易碰钉子，或者是很容易闯祸。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学习到，对，就好像你把我丢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人住，我没问题的。我可以适应。是，而且我会很快就把它变成一种享受。哦，对，一样。我觉得外向人是这样。对，所以你们2个做得到吗？这样子不可以，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看过电影，啊？我也没有自己一个人出过国。可是内向的真的内向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我可以，我外向，我有哎。你这种就是假内向。我可以，我自己出过国，不可以耶，我也有自己看过电一影。个人做东西太单调啦。啊？我也是一种享受。对呀，什么叫一个人？他不可以的，他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的。就是我在，比如说我跟他一起搭飞机的话，我们2个人要看同样的电影，还有同一在时间哦同一时间 start，然后要看同样的画面，然后我去厕所的时候就 stop，一起 stop 哦，还有一起然后我们一 stop 起上厕所，他觉得哦，你要笑哦，就要一一起起笑。笑，不然我笑了他才笑。你们2个是不是在一起啊？因为你们这样清楚彼此的嘞。本来有一段时间我什么？来，继续爆料一下。今天什么？本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接近能够在一起。真的吗你？听他讲，一点都没有真的吗哎。你知道大家都说他是我爸爸啊，什么我哥哥啊的感觉啊，这就是所谓的 bro zone。没真的有，不是我跟哎你。讲，通常一个人讲这样，一个人讲那样，通常就是有%数应该是在一起的。哦，对，像以前你看小时候 puppy love 都是那种女生，我很讨厌她，那都你以为她就是喜欢他的。对，是你看他们一起切菜的模样。对啊都是，对啊，我现在开始煎鱼。好，哇，哎，我们要快哎，哥已我们经下要下锅了，锅了。要快点你。真的不要再乱讲话了。好，这个需要什么吗，哥？这个只要姜煎就好了。
准备好了没有？来来来，我哎们过来看啊先过去看。我要加那个葱段，可以啊，这个吗？可以啊还有再加。辣椒来。太长了啦！有叶子的拿出来。你看哦，他每次就是这样乱来的。可以我们没有洗我呀，的螃蟹干掉了，有泥土，随便去，随便去。有泥土。辣椒呢？啊，来，好，打哎，你这样你洗了没有？没有洗，没有洗，你拿看。打进去。小心啊，注意卫生啊。你自己最没有卫生了。好，辣椒也撒进去，没关系。好，耶，再焖一下哈。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哎，对，他们一直叫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像阿顺有主义是我的招牌了，嗯，你们各自的招牌是什么？跳舞、唱歌、生意，对，他有生意头脑。是哦，你几岁开始做生意21，哇？21啊。哎，你第一个生意是什么？我就是做这个啊，一样啊。我们做活动， 21岁很早哎。，对，很早就在念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因为那时候我家需要钱呐。可以搬了，不给弄坏啊。然后呢？啊，就这样。哇，哥真的很放心我一个人在这里。没事啊。可以耶。反正也这么开心。很好很好。那玫瑰呢？有没有想要全职唱歌我？觉得比较难。比较难。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一直会想要做的一个兴趣，所以我会希望说每一年可以持续的，不管是1首、2首这样子发歌曲。造前我听说有人自己出钱拍 MV 啊。哎，你很有钱呢。没有，我省吃俭用7年，好不容易。我从来没有出过钱自己来拍 MV 过。因为你够红。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本事哎。你知道当 DJ 的出歌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自己播，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在空中播自己的歌啊。哦，那边就省了一笔钱了。对呀。所以他才会砸4万块，单单拍 MV4万块。哥，所以我今天才会来阿顺有主意，赚点外快。好厉害，你们很强哦。你有没有自己出钱写歌？我有拍 MV，但我的 MV 是它的1/4的价钱。那你开公司有没有自己出钱？有啊。有。你有亏过钱吗？以前？有啊，我第1场秀就亏钱了，因为我为了要就是赚钱嘛，很多人就跟人说 OK， 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所以有时候就会碰钉子啊。哦。然后其实私底下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想做的，我都会自己拿钱去做。之前我们节目大开起来，在红星大奖期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听众说要我们做一场见面会，所以我就自掏腰包花了2万块去搭舞台，做这个红地毯、音响这些。其实我也有做过这样疯狂的事情。我们是 Yes 933，大咖一起来！真的没有想象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朋友来支持大咖一起来。大咖一起来最棒，对不对？OK，我现在煮第2道了。好，来，我鱼已经煎好了。好，我希望你们帮我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帮我弄那个薯粉。哦，勾芡啊。薯粉勾芡。勾芡怎么做？勾芡是什么？够钱我有了。那你拿点给我们花，你再拿4万出来给他拍第2个 MV，拿到4万出来给写一首歌。老板，我要好不好出一首新歌哎，今年。我就是讲今年我要帮他办一场演唱会。哇，我就在这边讲了，对，为什么只有他？所以你看我跟他的关系不菲啊。你可以你真教啊的不。要再乱讲话。我要伴舞。对，勾芡。好来，所以我现在在煮这个酱料，现在先让它滚一滚。来来来，我要放鱼喽。有没有发现我们站很远？超快哇！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OK，先把鱼拿出来。 OK，完美无瑕。呀那，OK。个芡哦。勾个芡，所以这东西倒下去，哈哈就黏黏的哦，对。原来主场都是这样弄的。很神奇哦。我跟你讲，我拍了这么多集，这一集的观众最热烈。Oh no， 我们的螃蟹！螃蟹！哇，子姑跟你们讲话，Oh no！ 没事没事没事，烧焦了，完蛋。不会啦。还可以，对啦。还可以，有一点点，没事。
还是可以。其实那个螃蟹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我做节目聊天，要我做菜，难免会忘记那个时间，所以我打开来，幸好没有烧焦，没有影响到那个冬瓜螃蟹的味道。喂，哇，完美！快点关火，快点关火！开饭。开饭！来，哇，一定是螃蟹的，我先放这边了。来，可以喝一口这个汤汁。冬瓜汤穿一下。哇，哎，里面原来有这样多汁的。对，因为冬瓜会出水，哇哦，就很清淡。哎，真的没有想到哦，我们随便放这样盖起来，竟然这样的味道。小鱼不是随便哈，这个汤很好好喝，所以你回去看，随便丢一下有没有效果 ？OK？ 不要浪费螃蟹。很好吃呢。这个酱应该也是很送饭。哎，你们拿鱼来吃啦？哎，真的好吃哎。真的吗？我觉得因为吃鱼肉，鱼肉也是新鲜啊。现抓现煮。老实说，这2道菜的味道真的很好，只是咸了一点，但这么刚好，我是超爱吃很咸的食物的，所以我觉得很符合我的口味。而且我没有想到那个冬瓜可以如此的爽口。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冬瓜螃蟹，然后我觉得明顺大哥真的很贴心，因为他真的把那个壳哦敲得很碎，基本上你就这样拔，那个肉你就可以吃得到，而且那个汤很好喝，而且就是非常炎热的那个天气嘛，然后你吃到冬瓜，你就会有一种哇解暑的感觉。我本来吃下去，我也对这个食物没有太高的期望，但我吃下去的第一口真的好吃，而且你知道李明顺是他在家里是有煮，但他不是厨师啊，他在这样的地方这样随便这样煮，然后又有我们这几个帮不上忙的帮手，你知道煮出来的东西，我就在以为要演一下，哎，不用演哦，吃下去真的是好吃。其实不好吃可以讲不好吃的，我的节目就是这么的诚实。没有哎，这个是有点咸，但我重口味，所以对我来说刚刚好。而且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炸鱼，煎啦，这个算煎吗？所以姜味不会太重吗？我刚一咬第一口有吃到，但还好它不会太呛，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拍这个烹饪的节目，很多时候啊，煮了之后没有直接吃的。对，你看我说我们现在吃哈，还是很好吃。Everybody， 我要开动啦，我要吃这个啦。希望你们来拍的开心，吃的开心。肯哇，定。没想到哎，在陈汉伟还有林慧玲之后，我们还吃到螃蟹。其实这个系列也只有大牌的才可以上节目。你很会，你自己铺路哦。来这边，所以是吗，哥？所以吗？你这样讲的话，我还能讲什么呢？对，我觉得艺人没有说大牌不大牌，主要是合作愉不愉快。不管是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大家合作愉快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感谢李明顺大哥，就是选择让 DJ 有在这一集可以上节目。那今天会请到我们3个人，我当然也是很荣幸因为我看过之前上节目的咖位都是很红的明星或者是男主角、女主角，就是要有分量的人才会上这个节目。对，我觉得野史33有3个代表可以来阿顺有主意，我是超级无敌骄傲的。然后可以来这里让广播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知道野史33还有背后的主持人。我觉得意义是非常深刻的。那你们做 DJ 一定要 multitask 嘛，对不对？以前的 DJ 有需要报新闻啊，报什么路况啊，需要吗？要，但是其他的国家国外都是有一个 producer， 就是一个团队帮他准备所有的内容，主持人只光是主持。你们没有吗？没有，没有。所以我们的职位叫做 producer presenter。像路况的这些资料也是要你们记找啊？没有，路况的话，我们有一个 traffic 的这个网站。要不然这样哥好了，你来挑战一下。不要，我们报路况。不要，我觉得我演技就够了。没有，你来报一下天气。很简单的。OK，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来，先新闻哈。我还有稿啊！哇！这是我几天前为你精心准备的。先看一下。念新闻是每个广播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我现在来哈，好来，哇，来接啊 Yes，933新闻简讯。现在由李明顺为你播报新闻。本地超市同台东县政府合作，举办2024台湾新春水果节，引进凤梨世家、红心芭乐、蜜枣和茂谷柑等台湾特色水果。喜爱台湾水果的公众，无需出国也能买到新鲜的台东特产。对，敢纠正他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第一次拿到断句断错了。我知道。从台东县
同跟台之间要断，台东县。共同的同意思啊。对本地超市同台东县政府合作。还有红星芭乐。芭乐不是芭乐。芭乐。基本上就这样子。好，优秀，明顺哥。他很厉害耶，他几乎没有看到啊。其实我觉得你念得很顺哎。是吗？很顺。什么报新闻？报新闻有多难呐？哇哦，就这么简单吗？哎，真的很难呐！哎，真的很难，真的难。新闻稿就好像一个专业职业稿，他们有他们的专业词，不像我们演戏里面是演生活的稿，那个难度是在那边。我们觉得明顺大哥也可以当 DJ 哦。第一是，其实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再来就是他的中文水准其实很高，基本上像看新闻啊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等待着明顺大哥来客串一下当 DJ。那你们在演艺方面有没有想要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艺术的东西也可以？我有一个东西还想做，就是我很希望能参与舞台剧。真的吗？张美贵，真的哎，我觉得可以耶。对，而且他又会唱歌。对啊，我觉得你应该去追求这个梦想。对不对？对。有没有任何的舞台剧、音乐剧的？那其实我有个梦想，我今年做了一首我的贺岁歌之后，虽然是很贵，但我想明年继续做。我想每年都出一首贺岁歌。拍8万的。明顺哥 sponsor 我。太好了。他有 Jack。可以吗？那边4万开演唱会，4万拍 MV。哇！好，谢谢吴老板，谢谢吴老板。那我今天谢谢你们来参加我这个节目哦，我很开心你们来，因为你们来真的让我的节目更多姿多彩。谢谢。在我们结束之前，没有歌，我想问你，那你自己的规划呢？你自己想达到什么？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做导演啊，什么什么，我很想啊，但是这种梦想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因为随缘吧，有就有，没有就没关系。所以到时候就是如果你当导演的话，你需要一个主题曲，资金方面的援助，哇，你需要 dance。对，好，谢谢。好的，今天这么开心啊，要怎样？我们来跳支舞吧！啊，又来！我跟你讲，波哥，我把我最不会都献给你们了。太好了！波哥 ，1 2 go！ Sing along, dance along， 噼里啪啦轰 ！Sing along, dance along， 新年乐融融，春天的风握在怀中，看见你的脸，我心空空空。Sing along, dance along， 噼里啪啦。可以吗？阿顺有主意。新的一年和更好的相逢。谢谢你的热情友善，期待吃到更多你的料理，听你唱歌，祝阖家快乐，健康顺利 ，Love 玫瑰。玫瑰就是一个听她声音你会觉得很柔，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蛮有目标的一个人。她对我来说应该是智慧型吧。我要祝很有心意的阿顺有主意，可以顺心顺意。Love Hazy 尹双。尹双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女生，所以你每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在动的。我觉得她一直活在很开心的氛围里面。我觉得人啊，不管做什么，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啊！开心快乐是可以治百病的。很开心，荣幸能上你的节目，今天玩得很开心，祝顺哥生活顺心，风调雨顺，一切顺利 ，Jeff。我觉得 Jeff 啊，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来到我的节目，也非常认真的去把它拍完一个这样子的艺人。我真的要谢谢你们了哈！你们一来哈，我在阿顺有主义有所突破了，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了哈，什么报新闻啦、跳舞啦，哈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做东西啊，你没有做你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也跟你们玩得很开心，抓鱼也抓得非常开心，抓螃蟹也抓得非常开心。那我期待啊，不管以后是拍什么戏要宣传，或者是什么节目要去电台聊，
啊，我一定会选你们的节目，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6点可以起来的，我可以7点就到电台的艺人。寻求突破，真的就在一瞬间。谢谢你啦，叫我跳舞。